这里是敌国之都，城内皆是敌国之人，传令全军，全城大锁。督监不可！有窝藏李元清及其逆党者，夷其三族，家资私产，致众将士去。督监，江南方僻人心未定，此时应安定民心为要。某是升州行营兵马都监，也是大元帅和元帅亲授的入城主将。郎君是要抗某将令吗？督监，传令全军，全城大锁。到！去见父王。哎呦，大王，待孤去向曹国华传句话。诺。就说孤邀他一同入城平乱。诺。启禀大元帅，元帅，行营亲卫共拿的犯禁将佐113名，其间纵火者8，纵兵伤人性命者19，奸淫者16，劫掠民财者70，请大元帅发落。吴越军中自有法度，大元帅待回营之后，另行处置。劫掠民财者，杖80，罢其爵衔差遣，发为服役；所掠民财，依数目退还。纵火、伤人、奸淫者，立斩。这是军令，亦是王命。行营兵马都监丁德玉何在？大元帅，末将在。李元清拿到了吗？回禀大元帅，其人、奸角尚未拿得。你是朝廷的引进使，按理孤没有处置的道理。只是今日吴越军中，仅将校便诛杀43人，杖刑者70余人，其余马步军卒受诛被刑者更是不计其数。更何况如此名都大义，如今却烧成了片片丘墟。无辜黎庶未曾离于战火，却死于我吴越之兵乱。户户张帆，家家带孝。孤从闻王全斌屠掠益州，尚且怒其军纪之不整，可万万不曾想，如此滔天罪孽，也有落在孤自家身上的一天。你是朝廷的人，孤处置不了，可孤时时咽不下这口气。仲勋，大元帅，帮孤一个忙，将此贼摁倒在阶下。大元帅，末将可是行营兵马都监。
放个猫，放开！孤历来恩怨分明，今日之事与诸将无干。是孤因私怨和他生了械斗，待此贼受首，还要劳烦国华与众巡将孤所拿于京师天子阶下，以彰国法。大元帅不可！大王息怒！大王息怒！好，孤不杀他，我不杀他！你们俩滚开！滚开！丁德玉，我不杀你，我不杀你，我不杀你，都无脸去见列祖列宗！大王，你不只是吴越的国王，你还是大宋尚书令、天下兵马大元帅。尔等要以下犯上，一试孤的军法吗？大王，大元帅息怒！丁某不过是兵卒苏培，何苦为了此人毁了大王清誉？国华，放手！放手！还不把丁某拉下去，找死尸！放手！找一杯！两下节目，大局为重，切莫陷大元帅于不义。滚！滚！滚开！糊涂东西！滚！押下去！让开！大元帅恕末将等无礼。江宁黎书是前楚之国，前楚愿行王道。传令，全军班师回朝。罪江南为主诏：朕应昊天之眷命，主神器而御宇，志在四海混一，兆民咸宁。然江南为主李煜承义士之遗迹，据偏方而窃号，累世悖逆，罪恶迎击，卓发难属，天人共愤。击诸古典，亮有明行，昭示天下，诚辞勿夺。尔等可知罪？臣等裂土分国，建号为治，抗拒天兵，不服王化，使江南之地生灵涂炭，市民皆不得安。臣罪昭昭，莫敢辞辩。不仅圣主垂怜，诸李煜一人一些设计梨树，诸祖亲臣僚，
及妇孺老幼，皆为臣所误，启陛下宽宥，使亡国之人同沐皇恩，得享太平之事。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尔等既已知罪，朕亦无附加罪。拟制册李煜为违命侯，拜左迁牛卫将军；除徐铉为散骑常侍，张继为太子中允，执舍人院，余等俱受接官，随班列进。臣奉诏。罪臣等叩谢陛下天恩。江南平定，边户齐民，金瓯一统，四海清平。将帅戮力，臣等谨为陛下贺。丁五郎，陛下，你那耳朵是怎么了？前王跋扈，蔑视官家天威，欺凌臣等，请官家为末将做主啊！居然只割了你一只耳朵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呐，连九郎都老了。陛下，今日朝会，献俘之典已毕，所宜之事，可延至廷议。违命侯等方入朝，宜赐宴，以示圣恩。好。陛下，前世割据东南，分国裂土，有损国家统序。现如今，竟公然毁坏国法，刑求朝廷大将，其僭越跋扈如斯，下臣斗胆，请陛下效江南令，兴兵讨之，以求九州之一统。古越前王勤修贡事，善事中国。朕为天子，何以兴无名之兵？陛下昔年有言：“天下黎庶，苦分崩久矣。”虽以此言，举兵下金陵。如今轮到吴越，陛下何故厚此薄彼呀？丁德玉，末将在。朕使汝将6军迎前王归朝，二意如何？末将敢不效死？而死不足惜。朕痛惜的是东南黎庶和将士们的性命。拟制罢丁德玉爵衔差遣，贬为房州刺史，本州边管。诺。丁某不过是个粗鲁丘巴，处置了便是。陛下不必懊恼。你们以为我恼的是那个杀才吗？自王文博上平边策，萧以格与朕立殿前司整顿禁军，至今已有20多年了吧？时至今日，居然还有人敢视军法如无物，视黎庶为实权。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，想要再建立起来，何其之难啊！陛下，军中诸将大半成于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5代前朝，陛下御及至今不过15年。所谓
旧弊易除，积习难改，骄兵悍将多处于乱世。只要天下承平日久，边疆没了战事，军中的骄惰之气自然便没了根基。朝廷再严以军法，这等事情自然便少了。欲使天下太平，必先求金瓯之一统。今日殿上徐某挑拨之言原不足道，然则前世坐断东南，于今近100年，传习武王，其统序大政，兵马钱粮，俱自成一统。如今江南事已毕，吴越之事也确实到了当议之时。二郎觉得呢？吴越虽为藩镇，是朝廷，却历来恭敬。前王亦是当世之英雄，更与陛下有旧。东南13州安定富庶，实赖其力。臣弟以为，赵相公所言不无道理。然则吴越不同于南唐，前王也绝非李煜之辈可比。朝中纵有所意所图，亦当谨慎持重。大战方息，此时绝非再出刀兵之好时机。你们呢？都说说。臣与前王大元帅同掌兵符越狱，并不能测其心胸城府。丁某之事，前王基于义愤，事出有因，并无跋扈之意。臣观吴越之兵，临阵殊无怯色，行军时法度颇严。金陵之事，若非受了丁某的军令，亦不至有此惨事。依尔等观之，若要取13州之地，须得多少兵方能足用？臣不敢欺瞒官家，吴越非江南可比，非得30万兵不可。仲勋呢？20万精兵，或可一试。由此看来，国华之才竟不如仲勋。20万精兵或许可灭齐国，却会将吴越打成一片白地。打成一片白地。逆诏，前王入朝。主簿，这究竟是何等遮奢人物，竟要劳动主簿如此远言？原本也是军中的太尉，南征之时坏了事，这才发配到房州来安置。说是官家念着旧日厮杀的功劳，不肯夺他性命。对这等人，轻不得，也重不得。可是丁太尉的车驾吗？下官房州衙内主簿郭越，奉知州札命，特地在此迎候。眼见着官家已经把江南给定了，下一个就该到他家了。有次不知死，却在某家身上乱逞威风。当年陈乔义，官家身上这袍子可是某亲手给披上的。是。官家如今只是一时恼了，待到日后
思及旧事，终归是要招我们回京的。是。回去。哎，什么酒量？离世国除，天子此时召大王进京，其意恐有不善。天子携平灭南唐之威相召，若大王退位搪塞，恐怕遗其口实。诏书出京之日，兵马怕是已经备好了。哎，那不至于。江南之役，大王亲冒矢石，有功无罪。我倒是认为此番进京，应当是褒扬抚慰的意思居多。书生之见，这是明明白白的阳谋。先前在南唐李氏身上已经用过一招，若是不去，大兵顷刻之间怕是便要压过来。若是去了，大王此生怕是再难归故土。南唐灭国后，南方藩镇仅余大王与泉州陈洪进。大王与天子有旧不假，然则天子终归是天子，断不会以私情而待国事。此番公然下诏相召，其用意殊难意料，去与不去，各存利弊。大王须慎思之。阿俊若是再为监国，该不会再上李元清的恶当了吧？甄师伯，当真无碍的吗？臣不知道，大王恐怕也不知道。若大王和王妃居留京师，世子需做好全摄两军节度留后的准备。若此生再不得回岛上，你会后悔吗？自阿舅、阿兄归养之后，岛上的寨子都荒废了，往来的商船，要么直入钱塘，要么转播去台州的博弈坞。倒是以前那些不敢靠近的渔商渔户，现今时常来岛上避风、歇脚。倒是也不坏。没了黄龙社，也没了黄龙旗，民间那些渔户们都不知道岛上曾经住的是黄王余孽。黄龙岛这个名字啊，现今已经没有人叫了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再奢豪的歌舞宴席，终也会有曲终人散之日。岛上那些屋舍没有人打理，早就破败了。
倒是桃花院上的桃花开得更盛了。现在人们都唤它做桃花岛。桃花岛，好听。我想起当年在汴梁水丘宫口误，唤黄龙岛为黄花岛。哎，这一眨眼都过去这么多年了。一别近30年，一直倒还是这般清瘦。从乱世走过来，倒也习惯粗茶淡饭了。我东南鱼虾肥美，我向元朗兄求了你过来，放一任东南的外父，如何？大王为一国之君，须知王者无戏言呐。愉快置酒，岂一个仙字了得？你若肯来，姑当亲为庖厨。君有赐，不敢辞。一块吃一块。天气有些炎热，大王可是身子不适？无法，就是想起些旧事。晋王和赵相公带陛下来相迎，怕是被这些吃相公堵在御街内头，并非有意怠慢大王。亲王和宰相也要给这些吃相公逼道。城中10余万人家，每日肉食皆要指望这些吃相公。不要说亲王宰相，便是天子六军，也不敢与其争道。都说肉食者鄙，却不知自古志士明君贤相宵衣干食，所求者不过是那小民百姓锅子里的一口肉食罢了。大王还记得大相国寺的施行和尚？如何能忘？有庇护众生之德者，方是真菩萨。当年开运之乱，护卫施行和尚舍利的小沙弥，法名唤作慧明。佛法修行如何不知道，一手烧猪肉，却是烹得鲜甜软糯，入口即化，京师内外远近闻名。多少公卿勋贵想要尝上一口，须得提前月余相约。今你的师门不结婚吗？难配佛法竟如此不同。他只烹，自家是不做事的。大相国寺的住持大和尚专为他辟了一间院子，京师百姓俗称作烧猪院。小王赵光义奉天子诏命，恭迎大王觐见。臣等参见大王。臣无越前处，不敢当。陛下口诏。臣前处后诏。半身衣甲半身台，连横阡陌菜花开。故人缓缓归何处？昔日前郎今又来。请晋王代奏天子，加翁先武肃王有训，待陌上花开之时，可缓缓归矣。